你参加了一场战争游戏，由人类、精灵、豺狼人、亡灵在远古时代进行角逐，而你起手就抽到了最强领地幽冥帝国。开局30个骑士，600个长弓手。面对第一夜进攻的巨狼天灾，你的霸王龙骑士轻松撕碎猎物。此时围墙大门打开，地面颤动，骑士危险前牵着缰绳走到你面前。领主大人，风霜巨狼已经消灭，我给您牵根腿，先带回去。而对比你的情况，其他玩家就没那么轻松。与此同时，另一边的人族领地内，好基友冷风看着黑暗中徘徊的3米高的风霜巨狼，一脸凝重。他的领民不超过10人，而且使用的都是石斧、是矛之类的武器，正面完全没法打。好在他提前燃烧起篝火，这熬过一晚上的天明就能度过这次危机。而比起人类，其他种族的领主倒是好过不少。精灵族只需要寻找到足够高大的万年古树，就能确保自身安全。亡灵凭借自身不死族特性，只需要将自己往土里一埋，万事大吉。而在所有领主都以为今天的一晚就能这么过去的时候，一道来自战争游戏的提示音响起：恭喜人族领主萧凡，位于领地幽冥帝国，率先消灭首周天灾，特此通报。通报声响了足足3遍，游戏里的数万领主都得知了你的名字，大家都惊了。天灾居然能被消灭吗？这难道不是系统机制？冷风看到这熟悉的名字愣了下，下意识就想给你发起通讯，但很快笑着摇头，肯定是我想多了。凡哥也就最多是个 C 级天赋，怎么可能击杀天灾嘛？估摸的是崇明吧。另一边，豺狼人的领土内，身形高大的豺狼人领主秦元浩皱眉不止，怎么可能？要知道他的个人天赋可是极具化开启后能有4倍体型，足足2米高，在天灾降临第一时间就带领自己的战士展开了与巨狼的搏杀。要知道豺狼人这个种族特点就是前期强，后期科技爬得慢，在远古时代可谓是天胡开启，可就是这样，他依旧输得一败涂地，一半人战死，一半跟着他逃回领地。区区人类，远古时代最弱的种族，凭什么能在第一天就解决了天灾？眼神渐渐变得阴毒。姐，小凡，你错就错在不该出这个风头啊！手上出现一张符纸，这可是1/1000概率才会出现的宝物，用在你身上都浪费了。正是赐福卷轴诱饵，效果是释放后，使用者可以选择一名领主，实际承受本族所有领主正在承受的天灾效果。可使用前，游戏发出了提示：对当前目标释放此卷轴，有几率激怒幽冥帝国，是否坚持释放？什么鬼？幽冥帝国又是吧？要知道，进入游戏前，他经过严格的系统培训，但没有哪一项是注意什么幽冥帝国。切，这听名字也不强嘛，没有一点犹豫，点击释放，同时一声全服通报响彻所有领主的耳中。豺狼人领主秦元浩对人族领主萧凡释放奇物赐福卷轴诱饵，特此通报。人族领主萧凡将独自面对人族所有尚存天灾，维持时间1周。瞬间，所有收到新鲜领主变了脸色。按照每一位领主对应3匹巨狼来看，这个萧凡要独自面对1万多匹呀，活不了一点儿。但在心中默默为他默哀，多亏他用自己的生命试探出秦昊的卷轴，否则倒霉的是谁还说不定呢。这时，你收到冷风发的消息：嘿，凡哥，刚刚的公告听到了吗？那个跟你同名的家伙要倒大霉了啊！对，倒霉透了。关掉聊天界面，你变得严肃。看来冷风还不知道，他口中那个同名的就是你自己。此时，围墙外狼嚎声再度响起，比先前更加密集狂躁。因为拥有人族内部的论坛，你也知道外界巨狼的确切数量11451.4只，已经超越了幽冥帝国的领民数量了。平均下来，每只领民得分走1只巨狼，而且还是得在所有人都能战斗的情况下。可这里有太多的远古贵族，不是生产也不能进行战斗。同时，因为幽冥的这个特性，还无法进到建筑。面对聚集起来的所有人族天灾，又该怎么应对呢？忽然，肩膀被拍了一下，我另疑惑，领主大人在想什么呢？你深吸口气，假如接下来会有1万多匹远古风霜巨狼围攻我们还有逃跑的机会吗？火亮扫到若雪身边，压低声音：咱们领主大人的厌战程度有点高哎。冷若雪又是一个暴力，说多少次了，不要给我大声密谋哎！他拿几块烤肉塞到你嘴里，还有领主大人也是，说什么怪话呀？而这时刚走没多久的骑士温雅贤又折返回来，身后还跟着20多位其他的霸王龙骑士，而他的眼中居然透露着兴奋的神色。原来领主也在啊，要一起去看看我们即将入库的物资吗？物资啊？什么物资啊？等等，你是说围墙外那些狼？冷若雪又把烤肉塞过来，既然骑士长都邀请了，那我们和领主大人一起看看便是。来到围墙顶端，在这里可以俯瞰到外界的一切。远处山林间，无数道幽蓝色光点闪烁，这不是萤火虫，而是风霜巨狼的眼睛。温雅贤一抬手，下一秒，围墙上的瞭望塔逐渐燃起微弱的灯光。你清楚看到每座上都有着床弩和数名长弓手沿这一带。温雅贤挥手，射击，破风声响起，咻，箭矢如雨点。
点半落下，弩箭即使飞到1000米之外，攻势也丝毫不减，轻易便能洞穿站位密集的数十巨狼，接箭时仿佛去之不尽。短短1分钟，你看到床弩齐射了6人，粗略估计少说5000多支弩箭。看了下科技树，里面已经点出了床弩的天赋，分别是3连发、齐射、远射。即便如此，丢下大多数同伴尸体后，还是有部分巨狼冲到了围墙附近。这时，数百长弓手朝头顶的天空拉满弓弦，没错，科技树上的技能抛射已点出。效果：您麾下的长弓类单位可以越过障碍物攻击敌人。巨狼尸体越堆越多，你看的眼睛都直了，全人族的天灾就这样解决了吗？没错，科技年的优势实在太大，再加上幽冥帝国上万年的底蕴，物质充足到无法描述。别说3万只，就算再来10万只，也只能落得同样下场。怪不得魏亚贤会下达这样的指令。你看去，发现他正舔着嘴唇，这只做成狼皮大衣不错，那只只能做个地毯或者被子，这几个帽子和围巾就顶天了。另一边，火灵儿也不争气的流口水，嘿嘿，烤狼肉、卤狼肉、清蒸狼肉、红烧狼肉、狼肉干。送菜上门了，属于是你默默替外界还在冲锋的狼群默哀，什么天灾？明明就是过来送个快递，而按照战争游戏的规则，真的领地内未完全升起火光，他们就必须继续进行攻击。本来是保护玩家的机制，结果反过来成了巨狼的索命符。今晚还不知道要犯下多少杀孽呢。这是过去5分钟，外界的地面都快被炸成刺猬了。温雅贤道来了，什么来了？被子床单组合，欢迎更落。一声震耳欲聋的怒吼声响彻天际，原本疯狂进攻的狼群也停下脚步，朝退去。刚刚那声怒吼似乎是个大家伙呀！下一秒，几棵老树被拦腰拍断，一尊巨物缓缓走出，这是狼群的狼王，足足5米高，身后还跟着数十只护卫，很是威风。温雅贤十分满意，不错不错，毛皮看上去更加细腻，摸起来应该舒服多了，保暖性更好，给领主做新被子刚刚好。火烈口水就更多了，巨大扛狼牌啊！感情这就是床单被子组合啊！人家还活着的，毛皮都规划好做啥了？狼王愤怒嚎叫，大批狼群再度发起攻击，更加有纪律性。不仅分散站位，减少不少损失，那些护卫居然还主动帮狼王挡下弓弩。见狼王到达城下时，魏亚贤突然吩咐开门。狼王也不傻，派出1名护卫先扑了进去，下个瞬间，噗嗤，大弹鲜血落下，20多头霸王龙张大嘴巴在门后瞪候多时，肌肉尾嘎嘣脆。狼王的表情是这样的，我知道你们都想说什么，那么弹幕一起走一个吧。狼王大吼：哇！剧本不应该是这么走的，对吧？到底谁才是天灾？让直接一口被咬掉了脑袋。恭喜您完成了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敌方战损风霜狼王1只，风霜护卫80只，我方战损无。评价：酣畅淋漓的大捷。大战过后，查看奖励有兽蓝、黑徒弟、兽皮甲胄等，奖励不可谓不丰富，甚至还有能培养迅猛龙骑士的营寨。这一波骑兵配合上霸王龙骑士，简直起飞。可完全没用啊，因为幽冥帝国不能建造新的建筑物，深深叹气，快乐没了。原来太富裕也不是什么好事啊，虽然有了一切，但自己也失去了惊喜啊。不过就这么放着不管，怪可惜的。这些垃圾该怎么处理呢？有了，打开与冷风的对话框，对方立马发来消息：凡哥，忙着白天了，再坚持1个时辰就好。有什么困难，我明天白天帮你想办法。你发起交易，他根本没看你交易了什么，直接按了同意按钮。结果打开物品栏一看，人傻了，然后彻底疯狂！我操，凡哥不对，爹，这些好东西都是哪里搞来的？你把战争游戏给抢了？你屏蔽了消息提醒，就这点东西，至于就为了这样吗？对幽冥帝国来说，完全就是垃圾嘛！与此同时，远古使者也开始大造战场，系统也发出了提示，发现新的进阶途径，分别是战争之主、杀神以及鲜血君王。战争之主和杀神对应的对战争的加成帮助都相当可观。至于鲜血君王，你听都没听过，开启方法居然是同时见证1万名生物惨遭扒皮。你问身边的冷若雪，你知道鲜血君王这个领主的进阶途径吗？他点头，开始为你讲解。鲜血君王的效果是为士兵增加射血 buff， 1阶可以让手下部队在战场上吸收血气，少量回血；2阶是让全体领兵获得 buff， 3阶直接让全体领兵获得吸血效果越来越强。但升阶条件也非常苛刻，最后1阶竟然是要在3分钟内观看1万亿生命被扒皮，听得头皮发麻。呸！垃圾途径。第二天中午，你跟着龙学来到一处大厅，这里是查看墙上的地图，原来是领主大厅。效果十分多，能颁布政令，宣称宿敌，宣战。温雅贤这时走了进来，既然大伙都来齐了，那么当领主大人的面，我们是不是也该为昨天发生的事情讨一个说法呢？既然我们没错，那是谁错了？那个胆敢挑衅我们的家伙。没错，魏雅贤重重拍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帮新生的小家伙们为什么胆量挑战幽冥帝国的威严，但我们必须纠正这种错误，他们不该有下一次机会。欢迎落下，系统发来提醒，您已对豺狼人领主秦元昊解锁战争理由，羞辱。
看他嘴角止不住的笑容，怎么看都不像是准备去寻仇的模样。察觉到你目光，他才收敛起笑容。你竖起手指，道理我都懂，但是我们该怎么找到那个领地呢？冷落下手指，在地上一点，瞬间闪闪发光，你瞪大眼睛。世界上每一个资源点、每一个奇怪以及每一个玩家的位置都标记得清清楚楚。这是开了。冷落雪指了指秦元浩的头像，实际上在对手动手的那一刻开始，他的位置就已经暴露了。所以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该规划一条能安全抵达目标地点的道路呢？冷落雪却摇摇头，领主大人似乎还没有习惯身为上国之人面对新生势力该有的态度，所以接下来请领主大人跟我一起念这几个字：插标卖首。插标卖首？这是地图上的秦元浩位置。这是什么？这是豺狼人？不对，是插标卖首之辈。冷落雪笑了，拿出一根木棍，摆在幽冥帝国与秦元浩的领地之间，随手指了指路径上的一个标签。这是什么？是插标卖首之辈。那这个呢？插标卖首之辈，这就对了。冷落雪一摆手，我们的道路已经规划好了，2点之间直线最短，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进攻路线。